我提前出手引爆次贷危机，贝尔斯等时刻即将降临。杨行长，麻烦你们向天王星说明一下情况吧。商先生，恭喜您，从今天起你就再也不欠我们债务了。我们把你欠我们的债务以300亿的价格打包卖给了三金先生。从今天起，三金先生就是你最大的合法债主了。你们神经病吧？300亿就卖了？我本金都欠了你们5000亿，你们这已经不是白菜价了，你们这是白送价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500亿，咱们债务两清，行了吧？你早干什么去了？当初你要是愿意痛快的还这500亿，说不定我们还愿意卖你一个人情。现在债务转移协议都签了，你说什么都没用了。你的债主现在不是我们了，咱们之间没关系了。你爱还多少就还多少，跟我们无关。张先生，以后你别想再从我们这贷1分钱，也别想跟我们有任何合作。丽儿啊，他们收不了你的债没关系，咱俩是同事，我能收。你手里有多少钱就先还多少吧，还不完的债务我会去起诉你，以后就从你工资里慢慢扣。当然，我会按照法律规定的给你留千把块温饱钱的。你他妈还有脸起诉我？你用诡计骗走老子所有资产，还有天理没有？你做了那么多人神共愤的事情，你没死反而成了天王星，你说有没有天理？三金遗产我都给你，别起诉我，我也是要面子的人。商利啊，商利，你这话说的可太可笑了，面子是自己挣的，不是给别人乞讨要的。1天之内把商银的资产全部转移给我，以后工资留1000块钱，其余的全部上交给我，直到债务清偿完为止。如果你不答应，那就不是起诉这么简单了，我要到上峰那参你一本。1天内，商银葬礼这一出人间喜剧传遍了整个大夏。听说没？商利突然冒出来了一个28岁的奶奶，还带着她的叔叔，关键这个奶奶还认了三金当干爹。嘿，商银的所有遗产全部被三金以合法手段搞走了。这还不算完，三金还起诉了商利，连他天王星的工资都没放过。一瞬间，商利被人们戏称为史上最穷无老星、小丑星、天穷星。3天后，三金再次来到霸国。其实去年霸国的房价就已经登顶，是经济专家们错估了形势。到了前2个月，是个人都能看出来，楼市后续肯定会持续走低的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霸国就是死咬着房地产不放。现在霸国房地产就像是被一根竹竿支撑住的空中楼阁，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。我们这2个月联合霸国本地的地头蛇搞了上万个房产项目，那些地头蛇特别贪，有的甚至连销售许可证都是假的，大门都没舍得造，就直接开卖。虽然这2个月房价下跌，次贷违约率升高，但是因为咱们的操作过于离谱，反而让股市创新高，消费强劲，基本面一片大好，所以次贷问题并没有引起基金会和霸国官方的注意。霸联储最近动作如何？放心，霸联储一直在稳房价，我估计在实体经济和消费明显恶化之前，决策者是不会搞大动作的。差不多可以引爆这个史无前例的大雷了，立刻把咱们投资的钱全部转移到国外。另外，从今天开始，所有店铺逐渐关闭。要通知那群霸国地头蛇吗？当然要通知了，那群人可都是亡命之徒，咱们一声不吭就直接跑路，那以后再来霸国危险系数可就大了。咱们跑路之后再跟他们说，会不会好一点？没那个必要，他们这群人贪得无厌，不会有人听咱们的。到时候霸国经济危机来了，要找垫背的，肯定会拿这批人先献计。当天购买三金房产的霸国人都收到了一条短信：抱歉，你们上当受骗了，我们的小区只有1个大门，至于楼房什么的，我们压根就没想见。要怪就怪你们霸国的贷款政策和预售政策过于奇葩，这才让我们钻了空子。你们肯定想来告我们对吧？嘿嘿，我们已经卷钱跑到国外，拿着你们的钱吃香喝辣了，想告我们，你们也得找得到我们在哪。当人们来到楼盘的时候，发现只有1个大门的小区里面长满了荒草。霸国银行也悲催地发现，他们甚至连那套不值钱的房子都没办法收回来。5月7号，霸联储紧急发声，金融市场出现短暂波动，霸联储宣布继续降息。未来几个季度，在就业和收入稳健增长的支撑下，霸国经济可继续实现温和扩张，无需担心。这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重大危机，霸国官方必须想好应对之法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债务问题的根源是信贷过多，霸国家庭的负债负担远远超出了其能承受的水平，即使降息，继续扩大信贷的供给，也只会把问题拖得更严重。呵呵，你知道真相，却叫不醒装睡的人。你知道救霸国的办法，奈何官方根本不听你的。在霸国，必须要极度自私自利才能过得舒服，不然但凡清醒一点都会无比的痛苦。可惜，尽管现在债务危如累卵，但审判日依旧不会来的那么痛快。果然，第2天标普500居然创历史新高，房产一片惨淡，金融行业却活跃的出奇，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。明天有个经济论坛，财政司司手要去演讲，意在稳房价，促进霸国经济继续增长。贝尔斯等那边如何了？贝尔斯等这季度的财报出来了，盈利下降了70%，亏损扩大。不过据说他们没什么大碍，因为已经融到资了。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来了。上一世霸国排名第5的贝尔斯等银行暴雷申请破产，引发了次贷危机爆发。通知林阳，立刻做空贝尔斯等投资银行的股价。明天的经济论坛上，我必须要看到贝尔斯等申请破产的消息。另外一边，基金会内部也乱成了一锅粥。该死的，那些房产骗子抓到了吗？抓到了一些，但他们全是霸国本地的地头蛇，有本地势力护着，不太好处理。
妈的，抓他们也没什么用了，甚至可能都被花光了。你去通知一下财政司司手，明天的霸国经济论坛绝对不能出一点岔子，恐慌情绪必须给我压下去，绝对不能在房地产和金融界蔓延开来。冷静，我手里还有100万亿呢，即便是真的自带危机降临了，我也绝对有力挽狂澜的筹码和本事。隔天，世界瞩目的霸国经济论坛正式开启，三金与各国的经济专家一起来到了现场。10分钟后，您要的贝尔斯等时刻将准时降临。